推动和谈是假，西方突然要进一步加大军援，想要一个战败的俄罗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傅元绍。在乌军即将发动反攻之前，泽连斯基开始了一场火线访问，让我们再次看清了欧洲国家对俄乌冲突的期待。近期，欧洲虽然出现了推动和谈的声音，甚至在军援乌克兰的问题上出现了能力严重不足的问题，但是追求一个战败的俄罗斯似乎已经成为了他们的共识。除了英国这个搅屎棍援助完风暴阴影隐身巡航导弹和自杀式无人攻击机之外，欧洲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德国罕见宣布向乌克兰提供总共27亿欧元的军援，这与开战之前援助头盔的情况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我们可以具体看一下内容，几乎都是在反攻过程中可以使用的。这里面包括30辆豹一坦克、20辆黄鼠狼步战车、15辆猎豹、4个 IRIS-T 防空导弹武器系统，总计12具发射器和数百枚导弹。此外呢，还有200架侦察无人机、100辆装甲车、100辆物流车，其内容涵盖了要地防空、野战防空、战场态势感知、后勤补给和装甲洪流进攻。我们再来看看要走欧洲战略自主的马克龙的选择，他也对外宣布要向乌克兰提供防空导弹武器系统、轻型坦克、榴弹炮，在未来几周打算训练乌克兰的几个营，并为其装备数十辆装甲车和 AMX-10RC 轻型坦克。随后呢，又增加了援助隐身巡航导弹。就连一直保持中立的瑞士，其议会也投票通过了允许将瑞士制造的武器转让给乌克兰的法律修正案。200多年来保持中立的国家在为向乌克兰出口武器开绿灯，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西方政客和民意的选择。再后来，拜登同意欧洲国家向乌克兰转让 F-16战斗机，英国和荷兰已经开始为乌克兰培训 F-16飞行员。对国家接近破产的泽连斯基来说，更大的惊喜还是 G7 财长会议宣布在未来每年对乌克兰的援助增加到440亿美元。自从巴赫穆特绞肉机之战开始以来，一直存在着乌克兰可能被西方抛弃的声音。很多人对泽连斯基拒绝谈判不理解，天真的以为美国内斗会放弃军援乌克兰，欧洲国家民众反战情绪高涨也会导致放弃军援乌克兰。所以有人认为乌军根本不敢从巴赫穆特撤军，而现实再次证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是有他们的政策底线，也有追求的，并没有把抛弃乌克兰当成选项。我们都知道，美国在历史上抛弃过很多的盟友，但是并不代表着他们一定会抛弃乌克兰。欧洲国家内斗很严重，但是并没有出现停止军援乌克兰的迹象。欧洲虽然想要暂时的和平，但他们更想要一个虚弱的俄罗斯。通过战争手段彻底解决俄罗斯的威胁，几乎成为欧洲的共识。而这一点还不仅仅是美国的态度。美国虽然利用乌克兰危机绑架欧洲的战略安全，但这可能原本就是欧洲国家所需要的，因为这些国家更想俄罗斯战败。更现实来讲，只要乌克兰军队能够一直打下去，战争长期化，符合泽连斯基政府的利益，乞讨式的经济模式当前就是其合理的选择。俄罗斯军队被严重消耗，也符合欧洲国家削弱俄罗斯的诉求。毕竟这些国家只提供一些武器弹药，又不用自己去死人，而这一点呢，又特别符合美国维持其霸权的战略利益。因为美国可以利用乌克兰危机来绑架欧洲，离间中欧关系，所以在可预见的未来，全世界真正有心推动乌克兰危机和平解决的只有中国等中立国家。俄罗斯可能也需要和谈，而泽连斯基政府、美国和英国、欧盟国家想要的只是俄罗斯军队的战败，并会把这场战争看成是西方世界的胜利。所以俄罗斯不能对欧洲抱任何幻想，或者他们只有在战场上重夺主动权之后，才有一线谈判的可能。对于这一点，莫斯科当局
恐怕要有清醒的认识。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